我们上一次特别讲到，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无知财主的比喻，他想为自己积攒这个钱财，可是上帝说：“我今夜就取你的灵魂，我看你预备的要给谁呢？”所以上次我们特别讲到了神怎么看待钱财，对吧？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财富？可是耶稣还没有讲完哦，他觉得这个话题还要继续的深入下去，所以他继续来讲关于钱的事情，来讲关于财宝的事情。来讲关于这个神的国和我们的日常所需，我们的这个财宝哈，这个我们的心啊，这些怎么联系到一起？那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话题。所以你看到神他其实并不是不关心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遇到的困难，因为我们一定会为我们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而忧虑。我们一定会每一天不管是跟人相处、跟孩子相处、夫妻相处同事间相处，我们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所以耶稣的教导，他并不只是在天上飘在天上，他是希望我们可以把他的教导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当中，而且是非常具体的、非常细节的。他不是只讲一些大道理，而是具体的教导我们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并没有像很多这个哲学或者宗教一样，只是给你一个大方向，让你就去往这个方向走就好了。我们的神是很体贴我们的，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是很细节的告诉我们该怎么去做。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呢，我还是从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为什么神不让我们忧虑呢？我们来讲，第一个是因为忧虑展现出的是心中的偶像，所以忧虑本身它的问题在于什么？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不是因为怕你忧虑会多长皱纹，是不是？或者是你不开心不快乐，那些都是外在的东西。耶稣把忧虑跟什么联系到一起呢？跟敬拜联系到一起。等一会儿我们会来看那才是这个耶稣讲的这个忧虑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然后最后呢，他用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那里做一个总结。我们首先看第一点忧虑展现的是心中的偶像。在第22节开始，耶稣的这个教导他是转向门徒了，他是对门徒说的。之前都是在众人有几万人聚集是吧？跟那些不仅是信的，还有不信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可是接下来这些教导呢，耶稣更加的深入，而且呢，他是跟门徒说的。这个细节就是耶稣在教导的时候，你要看他有些时候是对不信的人讲的，他有些的时候是对信的人讲的所以你看他对信的人讲的时候，他的要求好像是更高一点，更深入一些那我们来看，他说呢，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因为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这个道理大家都懂那你再有钱，你有个好的身体，是不是？你说你是想要钱多还是想要个好的身体呢？当然你想要个好的身体了，是不是？你如果有好的身体，健康的身体，是吧？你才可以你才可以说享受你所赚的钱，对吧？如果你拼命赚钱，结果身体这个不行了，你没有命去花这个钱，那也没有用对不对？所以耶稣讲的这个道理可以说是连不信的人他都能认可的身体更重要，生命更重要所以他说，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仓也没有库，神尚且养活他们。所以乌鸦这个在以色列的这个，如果你看利未记，你发现它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一个动物了。所以连这种不洁净的动物，连这个人没有人会去关心乌鸦会不会饿死的没有人会关心这个东西了。可是神都养活它。然后耶稣说，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这最小的事你们尚且不能做，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所以他提出你的忧虑可以让你多活一点时间吗？那其实这个跟上面一个比喻很这个对应因为上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那个财主，他想我来年我要盖更大的仓房，是不是？我要去更好的享受我的财富。可是呢，神说我今夜就取你的灵魂。所以这个寿数是在谁的手中掌管是在神的手中掌管，对不对？
所以你说你忧虑来忧虑去，你能为自己的这个寿命多加一刻吗？没有办法，我们的寿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耶稣说这最小的事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一点也不是最小的事可是对耶稣来说，这就是最小的事，你们都做不了，你们还忧虑什么呢？所以当耶稣对门徒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就证明门徒一定是有忧虑的，不然他就不会去说这个事情，对不对嘛？门徒为什么会忧虑呢？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因为他们现在在跟随耶稣他们靠耶稣吃饭呢。他们之前靠什么吃饭呢？靠打鱼靠收税，靠他们自己的工作。可是现在他们跟随主了，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工作那怎么办呢？那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们看耶稣连睡觉的地方都不知道在哪里，他看耶稣也没有钱，他吃饭都需要别人来供应他。那这些门徒跟随耶稣，他们自然会忧虑，是不是？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呢？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耶稣却说，你们要定睛在神的国当中定睛在神的道上面，而不要去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忧虑所以你看，虽然这些门徒们他们可以说是现在放下了一切跟随主，可是他们仍然很忧虑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的起居。可是耶稣却用这个飞鸟来比喻说，你不要忘记了你的生命这个被供应那是神来供应你的，不是你自己。所以如果神愿意供应你，神会养活你，你就不用担心。所以耶稣其实他就活出来这样的一个生命。弟兄姐妹，你发现他没有说在没有钱的时候耶稣就跑去赚钱，或者是他也很忧虑很焦虑，没有你说当然了，耶稣可以这个5饼2鱼嘛，没有食物可以变出来。可是你发现耶稣并不是他有需要的时候他自己就变个神迹来满足他的需要，不是的。他行神迹的时候他都是去帮助别人。所以你发现当这个5饼2鱼的神迹之后，门徒好像对食物不忧虑了，对不对？可是他们对神的话语开始忧虑了，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话，所以这些门徒都离开。可是到了最后，大家也知道彼得说什么，耶稣说你们也离开吗？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所以当这个彼得看到了耶稣能够给他们的生命带来真正的永生的盼望的时候，他们才发现那个生命是胜于饮食的。你有再多的吃的，你的生命没有办法去享受，有什么用呢？所以耶稣更看重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是那个新的生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对比当中，耶稣其实不断在强调一件事情。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他不断在对比这个世界怎么看待这些物质的东西，神是怎么看待这些物质的这个世界。所以一定是有两种不一样的对比。那我们要在神的国当中来生活，以神的国求神的国，还是说以这个世界的国，在这个世界上来去以他的标准来生活，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说你看别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不信的人怎么做我们也怎么做。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跟外邦人有什么区别呢？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这些的时候，他第一个首先强调供应你的是神，这是很关键的，你不用担心这些物质的东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呢，如果你看马太福音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他是在一个怎样的上下文里面讲的。他首先是说，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2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忠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然后接下来他就讲，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马太在这里呢，可以说更清楚的向我们展现了，当你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其实你背后是在侍奉马门，或者说你被这个马门，就是这个钱所捆绑，被这个物质的东西所捆绑。所以这个好像耶稣又把这个事情呢提升到一个高度了，对不对？就是好像我们只是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可是耶稣说不是的，你不只是忧虑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忧虑的背后展现了你没有真正的来敬拜神。哇，这个问题就大了，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就表明说，你以为你在敬拜神，可是你的心呢，因为你忧虑这些嘛所以
就证明了其实你还是在侍奉这个金钱，你还是在侍奉，当然钱就可以买到吃了，买到喝了，买到穿的了啊，所以最归根结底还是什么？还是这个马门，还是这个财力，还是这个财宝。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到最后的结束，我们的题目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对不对？所以那个心就表明了你敬拜的对象。如果你的心是在钱那里，你自然会忧虑，没有钱你就会忧虑。可是如果你的心在神那里，你没有钱你也不会忧虑。所以耶稣说，当你忧虑这些的时候，就表明你背后有偶像有偶像捆绑着你。那你发现耶稣是用什么来指出我们的或者是展现出我们的偶像呢？他是用一种情绪。你看这个忧虑哈，忧虑是什么呢？忧虑就是一种，我们可以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对吧？忧愁。所以耶稣并不是说你们不要吃、不要喝、不要穿，他是说你们不要忧虑吃，不要忧虑穿喝什么，不要忧虑穿。所以耶稣并不是说我们不吃东西，不去工作，不去做饭，不是这个意思。耶稣是说你们不要忧虑这些。所以这个忧虑的背后，就这种情绪啊，其实背后展现你生命当中你看重的东西。因为人的情绪呢是非常真实的，你的理性可能会欺骗你说我是很以神为核心的了，我其实不是那么看重钱了，我其实是很看重夫妻关系，很看重孩子。可是当你遇到一些事情，你的情绪产生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其实那个才是最真实的表达你最看重什么大家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如果你的理性会说其实我很爱我的妻子我的理性知道我什么都可以忍让他，可是一旦你吵架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马上你的情绪你就控制不住，你就要跟他吵。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能不是说这个人，我们现在心理学会说这个人情绪控制不好，我们训练他怎么控制情绪怎么样其实最核心的还不是控制情绪的问题，是他背后的偶像的问题。因为那个你心里面最关心的东西才会挑起你的情绪。如果你真的不关心这个你不关心这个东西，你其实不会被它所挑动。所以你的情绪往往展现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你平时跟别人相处可能都很好不管你跟你的孩子，可能有时候我也会理性会想我很爱我的孩子可是为什么当孩子做了一些让我没有满足、没有达到我期待的事情，或者做了一些让我觉得我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一下子就情绪会爆炸呢？我就要发脾气呢？我就要发火呢？我为什么就忍受不了了呢？虽然我的理性知道我要接纳他，我要爱他，可是我的情绪展现出我不是真正爱他。所以耶稣也是用这种情绪来去展现我们内心最真实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看一个人，我现在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要看他，只是看他的知识他的理性，他知道什么，他懂什么。那这个呢，还是不是说不重要，而是说这个不能够完全的展现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你怎么样能够展现出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很多时候是他在遇到冲突、遇到困难、遇到矛盾、遇到这个一些危机的时候，他的那个反应是什么？他的一个情感的反应是什么？那个时刻是最容易展现出他是怎样一个人。所以我们要更多关注我们的情绪，这个很难学习你知道，你来神学，你来神学班，或者是你去上课，或者是我们这个来教会，你发现我们可以学很多知识，我们知道要爱人，我们要不要生气，要怎么样，我们会讲很多道理。可是当你真的遇到冲突矛盾的时候，你那个情绪爆发的时候，你就要思想，你要想，这时候要用你的理性想，我为什么这么生气？到底是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心，让我如此的愤怒？到底什么东西影响到我内心最真实的东西，让我那么伤心、那么难过，或者是那么苦毒、那么愤恨？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我挑出来的？你要去想。如果你不去想的时候呢，你会被这个情绪所控制。你下一次遇到同样的场景的时候，你又爆炸了，然后就不断的恶性循环。
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信主很多年，他发现他头脑知识不断的增加，可是他外面的行为、他的情感、他与人相处，好像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没什么变化，除了脑袋更大一点，好像没有其他什么变化。那这个就是问题了，就是你没有真正让你所学的，让你的神的道和你的信心调和，进入到你的生命当中来，在生命的最根本、最底层进行改变。所以这种情绪，我们要更多去挖。那个尤其是每一次你遇到冲突，每一次你生气，每一次你难过，每一次你愤怒的时候，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要来到神面前问说：主啊，我现在为什么这么生气，这么难过，这么愤怒？我的心到底是被什么所牵动？而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背后的偶像。所以，当耶稣说你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的时候，其实展现出你背后的一个偶像，就是你在敬拜这个金钱。那个钱是你的主人，你是他的奴隶。所以，当你缺乏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会受不了你就会忧愁所以，耶稣把这个好像我们为物质的生活，好像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把它上升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就是我们是不是在敬拜真神，还是我们在敬拜钱，或者是我们在敬拜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我还记得这个有一次我跟慧敏聊天的时候也是，我们经常会聊一些东西，尤其是我跟他有些这个冲突之后，我们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都会问我说：“刚才你为什么这么生气？你能不能告诉我你生气的那个你就是挑起你生气那个点是什么？是哪一点？”那有些时候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气你知道吗？我都不知道，我有些人的情感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敏感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气，他就是那么气。所以然后呢，他有些就会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个讲一大堆，说所以这个让你非常生气？”我说：“对，就是这个。”所以他能够很多时候他讲出来之后，发现我都没有意识到，我都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我为什么这么气。可是当他讲出来的时候，我就一下能够意识到原来是这个原因。那我就知道我要在这个方面要悔改，因为就是那个东西牵动着我的情绪，牵动了我的生命，让我一旦每一次遇到这个东西，这个场景再现的时候，我都会这个愤怒。所以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说你不要气你安慰他怎么？你发现呢？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或者是他有情绪的时候，你不是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说不要气啦，或者是你跟他一同一同就如果有人惹他生气你跟他一块就是他的错怎么样站在他一边，那个其实对他没有什么帮助。你也没有办法说你怎么能气了？你基督徒你怎么能生气了？是不是？你也不能这样去指责他，这个都没有用的。你要挖出他背后的原因，他为什么？他到底是生气是什么原因让他这个情绪控制不了，让他能够意识到那个问题，然后把这个问题带到神面前，求神来解决。所以当你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忧虑你在工作也好，你的未来等等这些的时候，你要思想，我为什么忧虑这些？我背后是不是在敬拜金钱？我是不是把钱看得更重，甚至比超过神？这是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忧虑展现的是心中的偶像当然这个忧虑，耶稣只是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只是举一个例子，是钱的例子，还有其他很多的例子。如果就是你要看你忧虑什么了，对不对如果你很忧虑这个所谓的名声，或者是在别人面前的看法你知道，尤其是这个孩子到青少年以后，他很希望能够他的同侪，他的这些同伴能够认可他所以他可能会做出一些行动，让你觉得无法理解。可是他在寻找一种身份认同，他希望别人来认可他，所以他这样去做。如果他不这样做，别人都在做，他就会很忧虑，他会很焦虑，他会觉得我没有办法被接纳。所以这些背后，我们如果你的孩子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都要去想，我背后的忧虑到底是什么在缠累着我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仅是在物质上的这个忧虑，在精神的层面，在情感上，在我们的身份认同上，在各个方面可能都有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这种忧虑都会是有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然后呢，耶稣就提到说，那如果我们不忧虑，我们不看重这些，我们需要看重什么呢？我们要看重神的国。他继续举例子，他说：“你看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可是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所以从耶稣的眼中来看，从神的眼中来看，在当时他讲到这个所罗门，那可是在以色列最荣耀的时刻、最鼎盛的时刻的那个最有钱的王，对不对？可是耶稣说，哪怕是这个人，哪怕是你就做到所罗门做到王这个地步。”在神的眼中来看，他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神造的那朵花所以你看你人的这个创造，你的衣服做的再漂亮你跟神的创造相比，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所以耶稣就意思就是说，你看那个花那个草可能第二天就凋谢了，可能第二天就把它就不要了。从人的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很短，就那么一两天就没有了。可是神都给他这样的装饰，神都顾念，神都亲自的设计神不是随便来创造的，他有他的创造的目的和智慧和他的护理。所以你看，这最小的事情神的眼目都看顾，他更何况我们呢？我们难道不比飞鸟更贵重吗？我们难道不比这些花花草草更加贵重吗？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求这些，吃什么喝什么，也不要挂心。他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不信的人他们才会把他们的眼光放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的盼望就只在这个世界，他们的盼望就是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们住在什么地方，他们开什么车，他们的盼望，他们的偶像，就像保罗说的，就是他们的杜甫所以其实食物是很好的，可是呢，在我们这个中华的文化当中，食物容易变成一种偶像。我们太过看重这个食物，太过看重这个吃什么所以这个是求神帮助我们。那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他没有神，没有指望，他当然就把他的盼望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外邦人去祈求他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们要上什么学校，他们做什么工作赚多少钱，买什么股票，他们当然会为这个世界所拥有的东西所操心，他们不会去想关于神的事情，他们也不会去想关于神国的事。可是耶稣说，你们用的这些，你们的父是知道的，你们不要像外邦人一样，你们只要求他的国，这些东西呢都加添给你了。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也讲了同样的话，他说你要求你的国和你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忧虑一天当就够了。所以关键就耶稣把这个我们人生的方向可以说是180度的大转弯，让我们从对这个世界的国的这种期盼对世界的国的这种需求，转变成对神的国和神的义的需求。那这里的问题就来了那我们怎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呢？如果你说我怎么叫求这个世界的国，这个世界的需要，什么叫求这个世界的需要呢？那当然你就知道了，那我当然就是求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了，就是我在这个世界当中我所活着的，我的人际关系也好，我的财富也好，我的地位，我的人生，对吧？那这就是我在这个世界我的人生是什么那我就在这个世界去求了。这个世人怎么看待财富？这个世人怎么看待美丽，对吧？看待这个好的，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那我们就去追求这个世界认为好的，去追求这个世界这个认为有价值的，那就是求这个世界的国嘛，对吧？那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呢？那其实是同样的道理就是你现在所求的东西那不是这个世界的标准，不是这个世界认为好还是不好，而是在神的国度当中，神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是神认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
是神认为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所以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他一套标准，而这一套标准就是所谓的神的国和神的义。所以如果我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就好像你看我们的孩子啊，其实他在这个世界中成长的时候，他的善恶好坏价值观的这个塑造，他其实是受这个世界的影响的。他受这个TikTok 影响的，他受他周围的人的影响，他受他看的书的影响。这个世界以什么为丑，以什么为美，以什么是好，以什么是坏。他在这个环境里面长大，他就慢慢的形成他的价值观。他就说：“哎呀，我为什么追求这些？因为我们周围的人都认为这是好的，我们去追求，对不对嘛？”所以他不知不觉地建立起了他对这个世界的认可，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可是我们有多少的时间去思想？那神怎么看呢？神的国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神怎么看待我们现在所发生的这个事情？我们有没有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眼光、神的意义的角度来去想，这个到底是好是不好？这个到底是善是恶？这个到底是不是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所以耶稣要让我们转变一种眼光。以前我们按照这个世界的眼光看待这个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可是现在上帝要转变我们的眼光，所以这个钱就是转变的一个例子。这个世人怎么看待钱？这个我们上次都讲到了，对不对？那这个不用说。可是神怎么看待这个财宝？神怎么看待财富？那这个标准就是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标准。耶稣怎么说？怎么看待这个财富呢？身体不胜于衣裳吗？生命不胜于饮食吗？你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为这些忧虑干什么呢？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就表明什么？表明我们就不应该为这些东西而忧虑。如果我们为这些东西还在忧虑的时候，就表明我们还是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行事为人。所以当你不为这些忧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就开始转向到神的国的这个标准里面。那你就开始忧虑神的国的事情，而不是忧虑这个世界国的事情。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当中，他就是把神的国带到我们当中，他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套或者说那个真正的神的心意是什么。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他给我们灌输的东西，你想一想那能够是神的标准吗？当然不是。而且我要这个很肯定的说，魔鬼所灌输给我们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所传递给我们的，不管是透过媒体、透过教育、透过政治、透过新闻，你所看到你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它都是要与神的国作对的，对不对嘛？它就是要灌输一些跟神的国不一样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价值观，让你认为这是对的。所以做基督徒是很苦的，你在这个两个国度当中挣扎这个孩子们从教会里面长大也是很苦的。因为他在教会里面看到一种生活，看到一种生命状态，他到世界看到另外一种状态，他不知道到底以后他进入社会当中，他到底要选择哪一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教会看成神国度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大使馆，看成神国度当中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精兵的训练营，训练天国的勇士来进入到这个社会当中，不是跟他们认同，而是要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要在这个世界做光做盐，去影响他们，去传递福音，对不对？而不是去纠结说我到底是选择世界的那一套，还是选择教会的这一套，那这个本身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家庭当中，我们要训练一种神国度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我们自己。当我们有这种眼光的时候，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孩子，他们进入到这个社会的时候，他们再去看待这个社会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包括发生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做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不会从世界的这个眼光、这个价值观去做判断，而是从神的国的眼中，这个神的眼中来做判断。他会思想神怎么看，神喜不喜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这一切我们没有办法真实的活在生命当中，我告诉大家，我们的信仰永远都是肤浅的，都是停留在表面。教会呢，不可能有影响力。我们讲的再好听，讲的再美、再漂亮，可是我们所做的跟外邦人没有区别，没有用的。
你知道耶稣，我之前也讲了哈，讲这个不管是耶稣是保罗是他的门徒，你发现他们伟大之处在于什么呢？在于他们所说的，他们也去实践，他们去做出来。耶稣不是说，哎，你不要忧虑这些钱财，然后他自己很忧虑，是不是？保罗他也这个，所以我们说我们讲保罗的时候，你看他写的书信，你一定要跟他的生命联系到一起，他的经历联系到一起。他为什么这样说？他不是凭空说，他不是在写论文，他不是在做思想实验，他不是在做这个学术研究报告，他是把他的生命展现出来。所以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所以耶稣的这种或者我们说整个基督教信仰的这种影响力、这种力量，不仅仅是在这个理论层面的，在这个神学层面，它最大的影响力可以说是代代相传，生命影响生命。是用生命来去影响这个世界，是活出不一样的。而如果我们嘴上说一套，但我们做的还是另外一套，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办法做光做盐的，神也不喜悦，这就变成了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神的国和神的义。那你说，那神的国、神的义的标准是哪些呢？那可就多了，是不是？那我们就好好学习圣经啊。为什么神给我们这么厚的圣经呢？这就是让我们来学习神的国、神的义，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做了什么，他怎么看待这些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我们是要学习，我们要听到，我们要学神的话。这个在你首先要在理性上知道什么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才能够活出来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我们首先要去明白神的话，要去明白神的国的标准至少在这个钱财上面。那神的这个标准是什么？就是这句话，神的国、神的义怎么看待钱财？我相信有一天，当你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还会用同样的话问你了，他会说同样的话，耶稣不会给你讲一些新的东西了。他等你见他的那一面，他还会问你，你的财宝在哪里呢？他会问你这个问题，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这就是从神的眼中来看待财富。就是这样，就这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你的财宝在哪里？在世界，你的心就在这个世界；你的财宝在哪里？在天上，你的心就在天上，就这么简单。所以耶稣说：“你们这小群，这个原文是指那个羊群一小就是神把它比喻为牧人嘛你们这些羊群羊，不要怕神乐意，我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所以你看他还是用情绪的，不要怕。当你忧虑的时候，其实你背后是有一种惧怕，你才会忧虑的。因为你害怕你没有钱了，你害怕你没有吃的了，你害怕你接下来你的物质要这个downgrade，是不是？你可能会害怕很多，所以你会焦虑，你会忧虑。可是耶稣就说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你看到没有？耶稣说他乐意。是他首先愿意把国给我们，他首先愿意把我们带到神的国度当中。神不是不乐意来这个帮助我们，来祝福我们，他不是让我们只好像就是过得很凄惨，不是的，他希望我们在神的里面，在他的里面过得富足，过得这个丰盛，对不对？可是如果我们的心不在神那里，没有用的。你的心不在神那里，你没有办法能够去经历在神里面的丰盛，是吧？所以神是乐意把国给我们的。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的心就要转向神的国，这样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这个神的国能够在你的生命当中活出来。然后他还说了一个很细节的，你看他说你们要变卖所有的周济人，这个翻译不是那么准确，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你们要把你们一切所拥有的去变卖来周济人。这个里面意思不是说你把你所有的都卖了，而是说把你所拥有的变卖你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的意思就是不是所有都卖掉，而是指你拥有的那这个里面其实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想这个那个财主。你发现就是无知的财主刚才上面那个故事，他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知道钱财最大的问题永远不是拥有钱财，就是说
不是因为他是个财主，所以他这个神不喜欢他，不是因为他有钱，所以神不喜欢他。你还记得在那个无知的财主当中，他要干嘛？他有钱，然后他说什么？我要明年，对吧？我要盖更大的房子，我要为我的灵魂说什么呢？灵魂啊，你只管去吃喝快乐吧，对不对？那这个才是问题。所以不是钱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他呢想要用钱来，可以说在这个财主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里面，那他自己就是他的神，他就要赚了钱就要怎么样，就要满足他自己灵魂一切的需要嘛，对吧？就满足他这个生命的需要。我赚钱就是为了享受吃喝快乐，那种自私，这种在完全不想到神，不为神做这些事情的，只是为自己的这种自私、这种贪心那个才是根源。所以并不是，所以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有钱是不好的，圣经里面说是贪钱才是不好的，对不对？你贪心才有问题。所以你的钱，所以这里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卖，把你的钱卖了，或者说你要去周济人？那个无知的财主的根本问题就是什么？就他根本就没想过，神给他这些钱，他可以怎么用在神的国度当中？他只想了我怎么自己享受，对不对？所以耶稣用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你想的那种为吃什么喝什么赚钱都很忧虑的人，那些一想到赚钱，一想到有钱就想自己吃喝快乐的人，你觉得这样的人，他把他的钱拿出来救济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人，把钱分享给教会，对他来说容不容易？那当然不容易，对不对？我的目的就是赚钱，我还给出去啊，我给出去不就没了吗？他当然不愿意了，他可以花在自己身上没有问题，他不愿意花在别人身上所以耶稣举这个例子就是挑战我们，说你有钱没有问题，可是你的钱是不是用在神的国度当中，还是说我只用在我自己身上？我就是我拼命努力赚钱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可以这个吃喝快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背后的动机就展现出你在敬拜你自己，你就是你的偶像，食物就是你的偶像，对不对？舒适就是你的偶像，吃喝快乐就变成你的偶像。可是神呢？神不是你敬拜的对象，那个才是关键。所以耶稣就举这个例子，你们要变卖这些周济人，为自己预备坏的钱囊，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你看这个对比了没有？有天上的神的国和地上的和这个世界的，这是两种财宝的对比地上有财宝，可是呢，那个财宝呢是暂时的，贼会偷，虫子会蛀钱也有花完的时候。可是，在天上的财富呢，如果你要想我怎么把财宝积攒在天上怎么把财宝积攒到天上这个才是关键。所以这里面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说我只要把钱周济穷人，我的财宝就存到天上了。他只是举个例子，他让我们思想，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钱，用我们的时间，用我们的生命，用在神的国度当中，从神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来使用我们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思想你要问神我买这个东西，神你喜不喜悦而不是我买这个东西我喜不喜悦我高不高兴那你要更多的去思想你的心在哪里因为耶稣最后指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所以神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去买东西，不要去吃，不要去喝什么穿什么，这些神没有禁止我们在这个物质的生活当中去富足。可是神要提醒我们的是，我们的焦点不要只放在这个地上这个财宝上，因为当我们在这个被金钱所捆绑的时候，你的心也会被捆绑所以我们是钱的主人，大家要记住，我们是物质的主人。神把这一切的财宝给我们，是让我们做管家来去管理它，那最后是用在神的身上，用在神的国度当中，那这样我们才叫积攒财宝在天上。可是如果你总想着自己怎么花钱所有的都是为了你自己的话也从来不去从神的角度说神的国去思想该怎么去使用神所给你的，不管是恩赐也好，财富也好，时间也好，所有的这一切这些都是财富，都是财宝你看看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对不对？那也是财宝所以不仅只是钱而已我们整个生命所以到了保罗呢，保罗其实讲了一句很重要的在
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提到说，我们呢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是为要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的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天国价值观的展现。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看待的是什么？所看重的是什么？当然就是所见的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不是？可是神所看重的是什么？我们应该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不是以自己的心为心，是不是？基督所顾念的是什么？所不见的，这是神的国跟世界的国的一个清楚的对比。这个世界的国认为的痛苦，在神国度当中的认为的可能是荣耀。这个世界认为的是荣耀，在神的眼中看来可能是羞耻。这个世界认为好的东西，在神的眼中看来可能是不好的。而这个世界认为你要去追求，你一生要去奋斗的努力的东西，在神的眼中来看，可能你就在浪费你的时间和这个精力。所以基督徒这一群人啊，在世人的眼中，按道理来说，看起来应该是很傻才对的，而不是很精明。他们会觉得这群人傻不拉几的，是吧？这个自己本来都没有钱，还要去想别人的需要，怎么去帮助别人，自己本来都没有时间，还要把时间用在教会里面，大家都去追求美国梦，都追求人往高处走嘛，对吧？都是追求更好的生活，赚更多的钱，可是他们却去做很多的这个 volunteer 这个去服侍主，甚至放下这一切。在世人的眼中来看，我们是愚拙的，可是在神的眼中来看，这才是智慧。感谢主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建立起属神的神国的这个价值观。最后我总结，第一个，忧虑揭露出我们心中所敬拜的偶像所以忧虑是什么？忧虑这些东西可能并不重要，重要是你背后所敬拜的偶像，那个才是最可怕的，那个是他跟神会对比跟神会这个去竞争的所以魔鬼就是用各种各样的偶像，让这些偶像让这些偶像跟神来这个竞争，最后竞争到最后呢，如果你拜这些偶像，那你心里面那个第一位那个本来是排在首位的神，那就被挤下去了，那就不对了，那个就严重了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上帝知道并且乐意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神他绝对不是很抠门的说，哎，我就是让你受苦，不是的，他会乐意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可是关键，他希望我们的心要回转向他，这才是关键。你的心不在那里了，你没有办法真正得到在神里面的喜乐和满足。最后，我们要顾念属天的事，就这个神的国度的事情，我们要更多学习关于神国度的事，更多的去思想关于属天的事，而不是只看这个世人所看的东西，只去想外邦人所想的东西，只去担心这个世俗的这个世界他们所担忧的事情。我们要更多去思想属天的事，神的国，神怎么看，神怎么看我不是别人怎么看我。求神帮助我们我相信当我们活出这样的一个以神的国度为核心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生命的时候，那这个就是我们展现出基督馨香之气的时候。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在当时，耶稣在当时虽然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没有地位，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但是他可以吸引这么多的人跟随他，因为这些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生命。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要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主的见证。怎么做见证？就是过一个像基督一样的生活，活出一个像基督一样的生命，跟这个世界有分别。而这种分别为圣，这个就是圣洁最重要的一个定义。什么是圣洁？就是分别，有分别，就你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不然别人怎么能够看出你是圣徒呢？别人怎么能看出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呢？是不是？我们要追求一个这个成圣的生活，怎么看出来？那就是有分别，我们跟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世人所顾念的东西呢，我们要好好反思，怎么样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最后我想鼓励弟兄姐妹，不管你在教会，还是在家里面，还是在在你工作场合，不管在哪里，当弟兄姐妹在一起相处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我们分享鼓励彼此鼓励聚会的时候，
我们更多把焦点放在属天的事情上，少去讲一些八卦，少去讲一些这个是非对错，少去讲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不然的话呢，这样我上次讲的对不对？你来到教会，你发现大家谈论的问题，跟你去到公司跟你那些不信的朋友讲的问题没有谈论的话题都是一样的，那怎么有分别呢？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聚的时候，我们就要一起顾念天上的事，顾念的所看不见的事情，更多的彼此鼓励，这样我们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被这个世界的洪流所带走，而是我们呢可以一起抱团，对不对？在做基督的精兵来这个世界当中来征战，包括在家里面跟孩子相处，你跟他聊天也好，或者是你跟你不信的朋友也好，你们所聊的时候，你要想，我现在这个聊的这个话题，这个方向是不是完全属世的，完全是一个跟神没有任何关系的，没有把他带到神面前，那这个时候求圣灵就提醒我们，我们不是外邦人，我们是一个主的门徒，我们要把这个话题引回到神那里，引回到这个基督那里，引回到福音当中，我们要去问，神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是不是？那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训练起这种思维模式。如果你不去训练，不有意识的去训练，你就会被这个世界无意识的把你就是都塑造了，就是你就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要有意识的来训练我们这种属天的思维，神国度的眼光，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